我是小马，欢迎来到我的极品包柜。这里呢，就是我平时拍摄比较多的房间。有很多朋友留言说想要看一看后边的极品包柜。今天这期年度盘点，我选了8支今年入手的小极品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边有一些收藏款，在一些大 V 的社交媒体上呢是有看到过的，还有一些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第2支。我前后呢花了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，才陆续收集到这些奇特的款式。而且这些年呢，偶然遇到一些心动的包，我也会不断的审视和更新自己的收藏。这些呢只是一部分，因为光照也会造成包的褪色或者对稀有皮有一些损伤。为了保存完好，隔一段时间呢，我会换一批摆出来，给它们透透气。中间的这几格基本上都是我今年入手的。这个颜色呢是今年爱马仕最让人期待的新色9R 嫩芽绿，绿里边呢透着黄的颜色，特别的清新，比想象中还要美得多。这个呢是雾面的，然后是方块的鳄鱼，感觉比绿幽薄荷绿还要养眼，一看就非常的春夏。在小尺寸的 K 莉25厘米的身上呢，感觉永远是看不腻的。秋冬拎着它作为这个穿搭的亮点，心情会瞬间的治愈。真的要看实物才能完全的感受得到。稀有皮呢，我还收了这一只亮面黑色到微的鳄鱼 K 莉25厘米，然后它是因为它是钻扣的，钻扣的包呢，除了喜马拉雅见过的呢，只有 Polo size 到微鳄鱼 K 莉25厘米的钻扣数量是非常少的。这个尺寸呢非常的好，喜马拉雅的钻扣和黑色鳄鱼皮的钻扣2选1的话，我会义无反顾的选择它。喜马拉雅配钻扣呢，感觉是高调配高调，这个呢就是有一种低调中配高调的感觉。钻扣的 K 莉这里呢都是单环的，这只呢是方块 F 刻印的，是2002年产的。那个年代的钻扣 K 莉呢，它是配有肩带的，然后年代比较新的钻扣还有钻扣喜马拉雅都是没有肩带的。它的肩带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细的，比较短的，像鳄鱼大耳朵的那种肩带。还有一点很特别，包里边拼的是卢鸠利府正红色，就是好比经典的黑色高跟鞋，然后一加上红底，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，有一点小性感。以前复古包的钻扣印象中都是黄金的，然后后来呢就变成白金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白金的。黄金的呢就是觉得有点土，不太选择收藏。这里旋转扣上还有锁头的2面，就是这个锁头的2面都是镶有钻的，这样扣上当装饰也不错。K 莉我今年又任性了一把，已经有的包又收藏了一只同款这一对呢我挺喜欢的，黑色马毛和银线编织的 K 莉25，非常稀有的款式，产量呢比喜马拉雅还要少得多。这2只大家能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吗？这只是双环的，然后这只是单环的。双环这只是我早几年收藏的，然后平时出门呢或者重要的场合呢，我都会比较常用。今年看到市场上又出现了单环的，果断拿下。就是不想别人有这个包呢，从我开始收藏爱马仕开始到现在快小10年了，一共就遇见过3只。然后第1只因为当时没有缘分，主要也是刚开始不太懂包，就被我出掉了。然后这种极品包懂了以后呢，一看就是收藏极品。包身是黑色苦力 Nolan 马毛和亚麻编织，横向穿插了银色的马鬓毛作为装饰，工艺非常的精致。之前我有介绍过爱马仕鬼才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的一些代表作，这款也是他执掌时期爱马仕黑色机车风的代表作之一。单环这只要稍微早一点，是99年产的，原先的主人呢其实把它保存的非常的好， Box 镶边的部分基本是看不出划痕的。它也配有肩带，很少有这种自带气场的包，包本身的气质就很特别。马毛编织的韧性很好，也比较好打理，摸着意外有一点柔软。
这个是去年出的巴黎福宝总店的3D 小房子，只有20厘米，非常小巧的外缝 Barking。这个是金棕色的，拼上面乌木色的鳄鱼皮的白天版。然后今年除了黑色的午夜版还没有看到实物，其他2个配色，深邃蓝的黑夜版和白色的雪天版都有见到了。房子包刚出来的时候呢，据说全球限量50只，但我感觉在网上已经看到有30-50只了，可能大部分都已经被中国的朋友收去了。这个设计本身还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，多种颜色和材质拼接，小尺寸也是加分项。关键是爱马仕控制了它的产量，我觉得过了今年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再出了。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，包盖和手柄是雾面的方块的鳄鱼。包盖和手柄，然后金棕色的包身呢是马达姆皮，奶昔白的窗户是一皮，然后窗框和墙底这里是松布雷洛皮，小遮阳棚是 S 皮，还有这个可爱的钥匙套 S 皮的爱马仕购物袋。房子包从推出到现在过了1年左右，市场价值也从刚开始的50-60万人民币涨到了已经过100万人民币，翻了1倍多。100万人民币在国内的2、3线城市都能买一套真房子了，我觉得它的价值呢还会继续涨。我本身不太喜欢蓝色系的包，所以日与夜2选1，我会选择这个白天。棕色系呢给我感觉更高档，而且它的市面价值也确实比黑夜版更高，大概贵20多万人民币这个样子。不过我最期待的还是黑色的午夜版。这个小包我只会在重要的场合拎一下，平时用的几率不是很大。今年新色呢，我剁手了2个，一个是呢9R嫩芽绿，然后一个呢就是这个马鞍红。可能是到了年龄开始偏喜欢红色系，喜欢偏棕色的比较暗的酒红色，看上去很有高级感。这个包大家应该认识吧？让保罗高替叶时期设计的影子包。之前在限量款开箱的那一期，我开过一只金棕色的 Barking 35厘米，今年复刻版出了25厘米的小尺寸。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，平时出门啊、上班呀，或者有点什么事儿的都会拎它。影子包和普通的 Barking 构造是不一样的，它是没有包盖的，里边呢有2个暗扣，我一般呢会把它打开使用，要不然就是掏东西的时候比较费事儿，比较着急。另外就是这个 S 皮比较容易刮伤，我觉得这个包算是比较特殊的实用款吧。升值的空间呢，我觉得也不会太大，所以平时用它也不是说特别的心疼。首先这个颜色呢，我觉得还要看个人的喜好。另外复刻版几种颜色出了一堆，也不算超级限量。不了解爱马仕的人甚至还会把它误以为是潮牌恶搞。然后这只呢也是今年新出的 Cargo 的25厘米，是 2S 芝麻色，秋冬非常的百搭。除了这个包盖，然后和侧面用的是 S 皮，包身和底部都是帆布，自重呢是比较轻的。然后前面有一个这个加了暗扣的小口袋，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卡夹，然后包里面是没有任何口袋的。帆布包呢，我更偏向用稍微大一点的尺寸，35厘米的，感觉比较休闲，也能够装电脑。我的身高就是更适合拿这个小的，就优先选择了颜值。给大家比较一下，35厘米的口袋多一些，边上有一个杯托。但我肯定不会用它装什么奶瓶啊、咖啡啊，肯定会洒。就我的性格肯定会洒。市场价值的话呢，这只25厘米的呢比35厘米的会更贵。这只芝麻色的 Cargo 是普皮金棕色的，同样尺寸的 Barking 的价格的差不多3倍左右，但70装个的定价呢才不到200万日币。二手市场上不同颜色的 Cargo 上下差价有100万日币左右，白色的数量是最少的，入手大概要将近50万人民币。白色的包呢，各种包款都出的比较少，然后今年遇到的呢，这只复古的锁头包，也是已经入手了同款的包。之前我是收藏了这只鸡皮的黑色，这比它小一个尺寸。锁头包因为很早就停产了，而且本身数量就非常非常的稀少。看到市场上有，肯定是要拿下的。这个包呢是纯白色，然后拼中间的这个象牙白色是双拼色，浮雕效果呢这里是比较光滑的。手柄这里呢是金扣的扣环，然后里边是小山羊皮。
然后最里边的地方还有一个卡槽。之前有讲过怎么判断包的收藏价值，其中有一点呢跟品牌理念相关的设计。这个锁头包的设计灵感很明显是爱马仕包标志性的锁头，小巧可爱，符合 VIP 玩家的审美，非常的特别，所以2只也不嫌多。这个包用来凹造型多一点，然后平时出街的话也是可以用吧。然后这里能装下一个手机，然后还有钥匙包，然后口红，然后平时会带一个这样的小粉饼，疫情的话呢，然后在里边放一个小包的这样的一个湿巾，对折了。然后因为白色容易脏，然后这个皮质呢是比较好打理的，回家用那种婴儿湿巾擦一下就可以了。最后这只是我从东京表参道爱马仕新店，抱出来的包，飘着一股烤肠味儿。这个是 HAC40，一眼就能看出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涡轮卡皮。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防水、防腐蚀、坚韧耐用，并且自带烟熏味儿。这个皮质的前身呢，俄罗斯皮革是18世纪俄罗斯帝国对外贸易的珍贵商品。俄国10月革命以后工艺失传，1970年代人们发现从深海沉船打捞出来的俄罗斯皮革卷，过了2个世纪还没有腐烂。爱马仕花了6年时间才研究出它的工艺秘密。这种皮质在染色之后，放在特殊的植物油里长期的浸泡，经过时间陈酿，粗糙耐磨，很有阳刚之气。它的纹路呢很深，但手柄这里呢却是很光滑的，自带有这个毛刷。涡轮卡皮它的产量非常的稀少，应该不会放开生产。目前只见到用在有 HAC、Bolide 和 Plume 上。这支的市场价值呢比普通的 HAC 要贵1倍左右，而且因为皮质超级限量，我觉得只会涨不会跌，确实挺厚重的，有一种历史感。感觉能用到天荒地老。但全皮的 HAC 不装东西其实就已经很重了，我们出去旅游不太会带它，可以把它放在家里作为摆设，然后也特别有品味。今年表参道开店的时候呢，还有一只镇店之宝，带有樱花图案的小尺寸木头 K 里，非常的可爱，被一位神秘的大 V 给申请到了，我就没有拿到，不知道今后有没有缘分拿到。其他遗憾还没有到手的，一个是午夜版的小房子，一个是橡木做的 Katie Wood， 还有柳条编织的 Barking 野餐包，我也打算收一只。今年快过完了，明年再接再厉，也祝大家2022包运亨通，都能买到自己心爱的包。今年你剁手了什么包？有哪些遗憾？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吧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